我似乎听到了修女的哭声，修女哭什么呢？走，回去看看啊，回去之后就可以触发真结局了。好的，真正的结局已触发。I just wanted to bring my girl back. 恶魔出现了！大家好，我是宝海主要欢迎来到今天的鬼修女第2代。那有观众告诉我啊，这款游戏更新了，我一看，还真的更新了。如果你们不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呢。那这一次啊，鬼修女第2代 1.1 版本更新了2样新的东西，一个是新的物品，第二个是依托这个物品会触发一个新的结局。那这个结局啊，就是鬼修女第2代的真正结局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就来触发一下这个真结局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次我们依旧用鬼魂模式来玩啊，毕竟用其他的模式玩的话会很麻烦，指不定没有触发新结局的时候就被修女给抓住了。你需要逃离这所学校。时隔很久啊，我又被抓进来了。大家看这个界面啊，似乎有点不太一样呢？然后下面啊会多了一个新的东西，这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陷阱，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陷阱该怎么用。比如说我在这里啊安装上新的陷阱，然后把修女给叫醒，看看会怎么样呢？哎，没踩上啊，鸡踩上了啊，但不过没有关系啊，不管是鸡还是修女啊，只要踩上这个陷阱啊，都会昏厥，会晕上一阵子。这样的话呢，就会给我们争取点时间了啊。那然后呢，我们先打开这里的暗门啊，去我的个人秘密基地。曾经啊，你进入这个暗道啊是需要一个动画的，但是这一次啊，我是可以随意的走进走出了。我们先下去吧，进入我的秘密基地。那么在秘密基地啊，也是发生了一点改变啊。这边呢，已经全部安装上了拉杆了，除了阁楼这个地方还是需要用尺子来代替的。特别是这个教堂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你要去教堂呢，你需要用撬棍把这个地方给撬开才能进去，但是现在你可以直接拉开拉杆就可以进去了啊！教堂这个地方的章节名字叫做奇迹配方，每个人类不管多么邪恶，都应该获得第2次机会。这句话我非常不同意，凭什么呀？这样的话很不公平了。打开教堂大门，在左边的椅子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配方，这配方的名字非常奇怪，叫做奶奶的配方里的配科，这是什么鬼翻译啊？好吧，不管怎么样，这个配方呢就是本次更新了新的内容了。那么依托这个配方啊，会触发一个新的结局。那我们首先啊要先制作这个配方了。配方的配料呢是2个土豆、1个胡萝卜、2颗罗勒、2个玫瑰果和1个藏红花。这么多东西是不是很复杂呀？没有关系啊，看左上角这里啊就是提示了。制作的方法呢都帮你记录好了，就很方便。好的，那这些配料在什么地方呢？很明显啊，就是在花园那里了啊。与其说这个地方是花园，你还不如叫它菜园子呢，对不对？那我们要先进入这个房间啊，这个房间呢就是制作配方的地方了，但是这个门是打不开的，门是被锁上的，如何打开呢？我们要去教室拿钥匙，所以说很麻烦。不是我不想用正常模式来玩呐，是真的太麻烦了。用鬼魂模式来玩都这么繁琐，那用正常模式来玩的话就更繁琐了。你不仅要找道具，还要躲避那些怪物啊。那我们先去化学室看看吧。化学室这边呢多了一个新的线索啊，在这里。实验大获成功，这只什么什么公鸡样本反应奇好，我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够像科学家一样，将一定程度的人类意识诱导至该品种的活体公鸡内。然而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将它的 DNA 注入该样本，毕竟它的肌肉实在是过分发达了。看到这儿，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讲的是哪个只鸡了吧？尺在这里，不算太快也不算太慢的找到了这把尺子。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们先把拿到的东西放在这里。那么还需要再拿2样物品啊，一个是眼镜，还有一个是钥匙。那么在教室这个地方啊，还多了一样东西，就是这次本次更新的一个新的道具了啊。就是这个，找到了餐盒，这明显是个水壶，好吧啊。好，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东西啊，就是本次新增加的一个东西啊。我们需要用这个道具啊来触发真正的结局。
温室的钥匙啊，在这儿呢，可以。好啦，进来了。那么在这里啊，又会出现一个新的线索。凭借某种远古的魔法记忆，我之前便能让这些小动物重获生命。白玫瑰的花瓣加上生命之杯的圣水，堪称奇迹。当然，结果并非完美，毕竟那只鸡双目失明。难道我需要活体对象吗？伴随每一次新的成功，我的心都激动得砰砰直跳。那其实啊，这个线索呢是这个地方先看，然后再看教室化学实验室那个地方的啊。顺序其实是这样子的，先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藏红花，藏红花是需要一朵，拿上藏红花，然后把它放在这里，放在配料盘里面就可以了。哦，这是什么？玫瑰果，玫瑰果居然在这个地方啊！这边刚好有钢丝钳，把那边的地方的电线给剪断，获得电池。因为到时候我们要触发结局的嘛，你要触发结局，那肯定是需要拿到。我忘记关闭温室的电源了，触电而死哦。但不过还好吧，我刚刚触电触过了啊，这个电箱其实应该也坏掉了。哇，还冒着黑烟呢啊！那应该是可以把它拿起来了吧？啊，可以了。啊，用我的一次生命拿到这个电池啊！天哪！好吧，先找一下其他的配料吧。罗勒叶啊，这里有。那现在啊，我们还差2个土豆和1个胡萝卜。这里应该种的是土豆了吧？哦，1个土豆有了，胡萝卜啊，应该是这里的啊，因为这边的牌子上面写着胡萝卜。好了，胡萝卜也拿到手了。好的，配料全部准备齐之后，在盐钵这个地方，你可以把所有的配料都混合在一起，获得了奶奶的配方里的配科的混合物。这鬼翻译我也是醉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啊，就这么几样东西，居然是一个配方。在阁楼这个地方，多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本次更新的内容了，就在这里。这个地板啊，有一道裂缝，那如何才能打破这个裂缝呢？很简单啊，需要用到上面这个十字架。但是这个游戏的设定啊，并不能用你自己的力气搬动十字架砸向地面，你必须要用到其他的东西才可以。难道我这么弱小的吗？连个十字架都搬不动？阁楼这里啊，不仅更新了地板的裂缝会触发新的事件，并且啊，在这个地方更新了一个新的厨房。我们需要拿上刚刚制作好的配料啊，放到厨房这里去煮。你已经放入了2种食材中的一种，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肯定是需要水咯，对吧？煮这种东西肯定需要加点水的。哎，我忘记了啊，要拿上装水的容器。我们需要拿上这个罐子啊，去装圣水。哈哈，圣水在哪里呢？很简单，就在教堂那里咯。教堂嘛，肯定是产圣水的地方啦。哎，这个地方就是圣水了。哎，这个圣水跟普通的水有什么区别呢？我撒泡尿其实也可以当圣水啊。圣水拿到喽，把它放进平底锅里面。接下来就需要烧火了啊！抽屉里面有什么东西吗？哦，火柴盒。哎，刚好我们是需要火柴盒的，没想到直接找到了，运气不错啊。我们的配料正在制作当中，该配方尚未结束烹调，看来还没有制作完成啊。在煮配料的过程中啊，我们要拿上之前拿到的餐盒啊，哎，说白了就是水壶啊。我们需要用这水壶来装制作完成的配方，不知道有没有煮好了？哦，煮好了，冒着紫色的烟哦。你用餐盒装满了做好的配方，那么这个配方就是本次更新的新的内容了。那根据这个配方啊，就可以触发一个新的世界，同时也可以得到一个真的结局。就赶紧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好了好了，来，吃饭了，我把所有人都叫过来了，来，鸡、修女，所有的鸡都过来。哎，对，马上就要开饭喽！我在餐盒里面给你们装了最爱的吃的东西哦。好，出发！哦，看到没？3只变鸡都变成了正常的鸡了，而修女正在疯狂的拍手，似乎很开心的样子啊！你在开心什么呀？啊？都拍了多长时间了？哦，好了，这个东西啊，似乎只是对鸡有作用，
让3只变异鸡变回了正常的鸡，但是对于修女她邪恶的心态啊是无法改变的。终于啊，这3只鸡正常了呀！看到这3只鸡有点流口水啊，怎么吃好呢？你们说怎么吃好呢？炸还是蒸呢？好的，把这3只鸡变为正常的鸡之后啊，我们要触发新的结局了。好了，购买冰淇淋了，赶紧拿走吧，别唧唧歪歪的了。吓你一跳！钥匙拿到了哈。很多观众啊觉得，你拿到钥匙再打开这边的大门，不就直接逃出去通关了吗？哪来的新结局呢？没错啊，但是呢，这边确实是可以触发新的结局的。我们打开大门。突然画面一转，怎么回事？这3只普通的鸡，它们似乎是要去我的秘密基地呀。它们要干嘛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哦。大门并没有打开。这边呢，给你2种选择啊，要么就直接走，逃出这个学校，算是通关了。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可以回去看看那只鸡去了什么地方。看刚刚的那个动画啊，他们从这个地方下来，应该是去了阁楼这里。走，去阁楼看看。你看，鸡果然在这里。一只鸡看着地面的裂缝，鸡群似乎想要爬上十字架。好，那我们把这2只鸡啊，把它们抱上十字架去。这个十字架是需要用鸡的力量把它推倒，太奇怪了吧？难道我不行吗？啊？好了，这3只鸡啊似乎是有灵性的啊，他们在看着下面的地板裂缝。看什么呢你们？我似乎听到了修女的哭声，修女哭什么呢？走，回去看看啊！回去之后就可以触发真结局了。好的，真正的结局已触发。I just wanted to bring my girl back. 恶魔出现了。So here I am. My name is Nazrat. Naz, what? You have not been an exemplary woman, but you still have time to redeem yourself. I can grant your wish in human, but I will ask for something in exchange. Yes, I am all yours. I won't ask you to be my wife, but you will give me 40 years. 用40年的生命把女儿换回 I 来 am 啊！ capable if you bring Elisa back to life. Starting today, you will have to be 但是必须得有代价。 an exemplary mother and human being. Without being able to leave this school, you will pray me hot or cold. I am capable if you bring my little girl back to life. But I must warn you that by breaking the rules, you 如 will 果你做不到， inevitably 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misfortunes. If you are a bad mother, you will become ugly. If you don't 如果做不到，你就会失去你的容貌，并将失去理智。这就交代了在第1代恐怖修女中，为什么修女的面貌会这么丑陋，而且这么恐怖，说明修女她并没有做到啊。 your offspring will know the most horrible death. I am capable. Yes, I am capable. So be it. Get on your feet. 哇，修女怀孕了！ Miracle. It's a miracle. Miracle. 哦，蓝色手印，这故事都解释得通了。看我干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在第1代鬼修女中啊，会有个蓝色手印啊。原来那个蓝色手印是我留下的，说明我去过学校。恭喜你在鬼魂模式下达成了游戏的真结局。然而事情的结果出人意料了，修女会完成她的仪式吗？她还会继续折磨更多的孩子吗？那么鬼修女第2代的真结局啊，已经触发了。
很明显啊，修女她一直想要让自己的女儿回来，所以呢，经常折磨其他的孩子，用其他的孩子来复活自己的女儿。但是呢，今天突然恶魔出现了，恶魔说：“我可以将女儿还给你，但是你得付出代价，你必须用你40年的寿命来换取女儿，并且你要日夜在学校里面每天进行祷告。如果你做不到，那么你将会失去你的容颜，并且失去理智。”这就交代了为什么鬼修女在第1代中样貌如此丑陋，行为如此恐怖。那么同时也说明了鬼修女她得到女儿之后，并没有做到恶魔要求她做的事情啊，她再一次失去了女儿。为什么呢？不知道啊。这一段故事并没有说明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并没有完全结束，所以我觉得应该还会有鬼修女第3代。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写在评论区中，一起来讨论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有鬼修女第3代呢？一起期待一下吧。